这是我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嘛，去年开始办的一个频道。那现在目前有1000出头的订阅，那全部都在讲钱币收藏的，介绍钱币啊，一些收藏的一些小知识啊。有说到比特币吗？比特币不是我们这个圈的。不用认真回答他问题。这个是我们口袋的钞票。那我们的行业就是邮币社，你们有听过吗？邮币社。邮票的邮。对，邮票的邮，钱币的币。那像如果政府发行新货币的话，比方这个是下一个新货币了。那我们的旧货币就会像跟银行兑换，还有跟那个邮局兑换。那其他没有兑换的就会跑到邮币社。那个中国人民币是从1948年第1版人民币开始发行，然后一直到了第2版、第3版、第4版，那第5版就是我们现在正在流通的，在中国现在正在流通的，这些其实都已经流入流通市场，就是钱币市场。像这个第1版人民币现在的要价300多万人民币，不过这个已经是跌下来的行情了，这是18年北京的拍卖会的行情。那在2011年的时候，拍到了400、500万。多少钱这样？就是一整套。一套是2套。就是这样一套。你说各个面额都有？对，各个面额。那当时因为1948年那个时候是解放战争嘛，所以当时很急迫，因为新政府要成立，所以他们要解放哪一个省份，就在那边发行人民币，硬性规定那边一定要流通人民币，像什么银锭啊这些其他货币就不能流通的，所以导致它一个面值可是有好几种版本。7年后又发行了这个第2版人民币，就比较少面值这样。那这是我们现在的货币嘛，当然像200元跟2000元大家看的比较少，很少。对，那其实如果要留给后代子孙的话，就要留这个200元的，因为现在就很少，那可能过100年后，这个搞不好就有价值了。不过要保存全形啊。为什么央行不愿意做？因为不好用啊，这个面值不好用。那这50元这是塑胶面值，市面上应该没有见过吧？没有。没有见过。那是纪念品，应该没有，那个好像是纪念品。它是塑胶的，像我们目前塑胶纸币是澳洲才有，因为大家拿到都收藏的。其实这个在我们钱币店里面其实是蛮常见的。这个1000大家有印象吗？这应该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是流通这个。那你看它这个往上看哦，就是85成新，台币1450，就是也差不了太多啦。如果品相不好的话，其实也就1000出头啦，没有很稀罕，很怀念啦。有，这个号码有关系。如果说要开出来。这个号码现在很多人玩，就是玩那个趣味号码。像我这边有一本，大家可以传下去。不过不要扫，待会去再空的。待会去再空的。不要拿我的臭指纹，你就拿出去了那个。不要带走。大家可以看它的号码很特别。对，哇，真的以后看一下。我跟你讲，那时候学生啊，只能花这个50元，或者更低面值。这以前的对耶，以前的。对啊。有啊，以前大家有看过啊，以前。就现在也值钱。那现在这个嘞，这个多少钱买？现在其实这个你跟银行兑换还是，比如说500元还是500元。因为这没有很久。对，所以才会流入到邮币市场，然后我们收可能就是也不会太多啦，因为这个老实讲也不好卖。对啊。比较紧。它除非就是有这个那个号码有特别，不然就是全新的，至少9成新。对啊。当然，在公元1万年前啊，我们是用以物易物的方式在交易，那时候没有货币。
那时候人都不知道是不是人，可能是直立人吧。就食物交换的时候，可能会没有冰箱会坏掉，所以就是用这个贝壳当货币。那时候大概夏朝的时候，我们炼铜技术已经开始有了，所以贝币开始政府就发行这个铜贝。有一些考古学家呢觉得这个根本就是装饰品。那其实我们从字面上的意义，贝字旁都是与钱财有关，大家有没有发现过？财罐就是宋朝我们古钱串成一串就叫一罐，所以就是比如说家财万贯，就代表说你家有钱。那货啊、品啊，这都是跟钱财有关，所以其实贝壳就是货币。当时贬值到贝壳完全没有用的时候，就回归以物易物的模式。那以物易物，这次的以物易物跟原人的以物易物不一样，因为这次有炼铜技术，所以这次以物易物是比较属于我们在种田啊这些工具，对啊，当时的金属工具就可以流通啊。那山上的可能就是刀，像那种猎刀啊，游牧民族就是猎刀，他们拿猎刀去换肉啊，换什么？等于说这个就变成是流通的货币。结果政府就想说，大家喜欢拿这些工具来流通嘛，那些工具又很重，那干脆把它做成像游牧民族的刀币，就这样子。那这个是布币，它长得很像一个铲子，可是它很小，就那么小，香可以流通，可是他们之后呢，自己的国家就自己做专属自己的刀布币，像有齐国的刀，可能就是有它的特色。那每一国都有它自己的特色，像秦国它是用环钱，就是圆的。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时候，他也是统一货币，他把所有这些货币把它统一成这一枚叫秦范阳。陆续每一个朝代的我们的流通币都是长这个样子，只是换一个，像汉朝的五铢钱，唐朝开元通宝，就只是换个名字。只要新的朝代出来，就会发行新的钱。所以铜钱呢，从秦半两一直到后面呢，就越来越不值钱。秦半两那时候呢，它是一个主币主要货币交换的，一直到后面朝代就变成辅币，有点像零钱这样子，零钱的性质。那人们就一直不相信这个铜钱，因为铜它本身的价值非常低，低于它的面值嘛，所以大家都不喜欢用它。一直到唐宋呢，那时候经济比较好，大家就是赚铜钱、古钱，然后下去储蓄这个银锭、元宝。那黄金呢，一般平民可能用看不到黄金啊，都是白银。那时候其实银锭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投资项目，就以当时了。后来为什么我们的货币变成这种圆形的呢？这种银锭呢，它的换算很复杂，因为古时候都是银就是钱啊，那等于说它多重就是价值多少，可是它的成色要非常高，等于说它的成色如果是9×3的话，那你今天有一个人，你拿9×5的银锭跟我交，因为我多了0.2层的含银量，等于说以前就看重这个银就是钱，国家就会有那个换算银锭的标准，那还有很多的换算单位，像这个银锭在广州流通就要用广平，用市场流通4平，所以很复杂。后来呢，外国银元进入中国，清朝的时候，外国银元进入中国，大家都很喜欢，因为它的成色是9层银，而且很固定。那个时候的交易呢，比如说我们现在交易，我们要找零钱什么的，就是已经收掉了。如果说我拿那个信用卡一逼一下，那当时也是，如果有一个人用碎银在交易，那另外一个人拿着那个像这种外国银元，老板我付钱，然后一个就走掉了，是很酷的一件事。那不用找钱吗？他不用找钱吗？当然这个有小的面值啦，大家就流行起来用外国银元。可是外国银元在中国流通，其实是对中国不好的，因为它的成色非常低啊，9层银而已。各国就开始做银元来中国了，像日本啊、西班牙，等于说整个中国就是
流通这个外国银元。那当时广州就有人提出上奏批准说要做自己的银元。当时外国银元流通的时候，中国就开始要做银元嘛，那就会跟世界各国大量的收这个银子，跟全世界买银子过来中国造银元。可是像英国当时的强国英国啊，各国都已经走向金本位了，大家已经不要银子，所以中国就开始进银子，发现银子跌价，所以他们设造币厂就开始亏钱。当时光绪的时候，各省为政，看得出来每一个政府都在做自己的银元。在光绪末年的时候，就是开始想要就是以中央名义发行龙银。民国的时期的时候，就开始由中央造币厂来铸造这个元大头1元。那政府就直接说我要发行第一版人民币，所有银锭啊什么银元全部不能流通。后来就开始民间的银子金子就上缴回那个政府，就是因为第一版人民币。后来在1979年，中国就发行这个中国当代币，他把国库里面的金子银子就发行这个纪念币来赚取外汇。那这个每年都有发行，像这2014年的熊猫，还有生肖币啊，这个是龙，生肖龙。那这个是鉴定盒，现在连中国当代币都有这个鉴定盒。那上面 PF70 就是它的品相，所以它的品相从1分到70嘛，这一个是满分，所以会卖的比较贵。这个是钱币鉴定币，就是我们拿这个袁大头送去美国，然后打了盒之后送回来有这个评级的分数，它的品相61，满分70吧。那人家看哦，这就是真的，然后依照这个品相的分数来买卖。61就比如说1万，那62可能就1.5万这样子。那现在，所以钱币市场现在的行情非常透明，你们上网去看都可以看到，比如说袁大头 PCGS MS61 就会秀出很多行情出来。限定币的这个编号，你输入到 PCGS 的鉴定公司的官网，都可以查到钱币的资讯这一枚，然后你跟钱币对比一下是不是同一枚，就不会被骗。我们现在这个行业私底下买卖已经很少了。大部分像我都是做一个中介，有点像房屋中介。那你要收藏钱币就找像类似我这种中介，就是会看得懂真假，然后有没有收藏价值啊，大概出多少钱。那我的客人就会委托我去拍卖会看钱币，然后去竞标这样。所以是赚服务费。对，赚服务费。很多人在看，1000多在看。那怎么入门？他就是想要让大家可以简单的入门这个，因为这个很少人知道。为什么会赚钱？有什么建议？建议哦。先赚钱。其实钱币界有一个老话，就是你在看会钱币之前，你先学会看人，就是你找到的中介是不是有良心的。那其实我的目的就是，像我们早期看这个黑白的目录啊，其实大家都看不懂，就是有个名称然后图片。那我想要把它影片化，就是钱币介绍把它影片化。那我就会介绍，比如说这个是大头的什么版，然后大家去找找看，如果有找到的话，那恭喜你，这个就是赚钱的地方。我们买这个钱币嘛，我们买的时候是裸币，然后送去鉴定，它会有分数，像这枚是62，这枚是64。那62跟64的价格就是翻1倍。直接问他一颗多少分？这是多少钱？像这样一颗多少？3万吧。哇！我拿下。大概。我可以缴社费，我可以缴社费。快看！秘书社费都。社费。哇，一颗3万哦。没有，这主要是让大家看62的品相跟64的品相差在哪里。差在哪里？流通痕迹越多，它分数就会越低嘛。所以它的伤痕越多，当然就评分分数就越低。我们可以从我们现在新台币就开始收集。那你要100年后啊？你死了都看不到。你要先有子子孙孙。可以收集这个趣味号码，就刚刚大家有看。对啊，如果70几年的硬币到现在10块钱，现在还会不会有什么？其实如果是7、8，其实钱币这个东西不是越久越贵哦。像我刚刚讲的秦半两那秦始皇的时候，那个其实现在也不是说很贵哦，是要物以稀为贵。就是钱币每一个年份都有发行，可是它当时发行的越少，现
现在约会，这个东西很小，很适合携带，对不对？就跟钻石一样。口袋，我觉得全场最有钱的。投资的东西之外，你也要收藏它，所以投资加收藏。就如果说你光投资都不懂的话，一点乐趣都没有，这种老东西的。好，那我们还没有其他问题。还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就谢谢 James 精彩的演讲。